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中，耶鲁大学跟中国的历史渊源一向是独一无二的。耶鲁迄今已为美国的中文教学提供授课152年了。耶鲁中文系不断开发最有创意的语言教学法，加上利用最新的教学科技，因此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中文课程之一。让我们了解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。耶鲁是头一所美国学校提供中文教育，是于1871年开始的。根据上述图表显示，在1850年代1/3左右的世界人口都是中国人，而在那之前，美国却仍没有中文教学的存在，实在令人难以相信。当时没有很多学生，学习中文的人士，其中主要的群体是富有潜质的汉学家和传教士。当时的主流教学法原本是文法翻译法，一种现已落后的语言教学方法。学生以母语学习，并记住语法句型来训练翻译成目标语言，与从目标语言翻译回母语。对该教学法的批评一直是过分重视阅读和翻译，其结果就是对于听说能力而言，学生经常以失败告终，无法听懂简单的话，并无法说出自己的句子。事实上，我认为该法很适合经常进行文献翻译的汉学家和传教士。反正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，对真正会说流利中文，而不仅仅会翻译中文文本的美国人的需求出现了。二战之前，耶鲁就以教授中文语言而闻名。美国军方也期望美国军人跟盟友中国军人能够彼此交流。起初，他们想让耶鲁、哈佛和哥伦比亚为士兵提供中文教育。然而，一旦战争爆发，空军显然急需大量会说中文的飞行员，因此培训这些飞行员的任务就被交给耶鲁。由金守卓教授 George Kennedy 领导主持。耶鲁的中文教师很快就认识到了他们需要改善以前的方法。他们所创造的全新方法是所谓的军事方法，也是说听说教学法。之所以具有创造性，来自两个原因：一是他们是用真实的语音刺激来练习听说和提高发音水平；二是他们是用的罗马拼音系统鼓励自然正确发音。他们坚信学生需要与母语人士直接接触，从此之后只雇用母语人士作为语言教师。他们建立了一间语言实验室，让学生练习听录音，每次听几个小时。他们反对继续使用旧的韦吉尔斯罗马字，转而设计自己的拼音系统。与韦吉尔斯拼音一样，耶鲁拼音系统是仅由拉丁字构成的一个中文音标书写系统。
耶鲁中文项目有时用耶鲁拼音代替汉字课文，并且伴随着耶鲁的教材，耶鲁拼音行遍世界。耶鲁拼音之所以广受欢迎，在于它专门为英文为母语的人士设计，即使从未听过中文，他们也能够发出近似的声音。举个例子，在这儿我们看到一个中文词汇“追求”，意思是 to pursue。在韦 Giles 拼音系统中，该词拼写为这个追求。您像是应该发出 chui chiu 音字的。在汉语拼音系统中，该词的拼写是这样的：追求，看起来像是 zui kiu。相比之下，在耶鲁拼音系统中，这个词的拼写是追求，追求。这是另一个例子。此时，此时，很酷，对吧？当中国的汉语拼音系统被发明并采用时，耶鲁拼音系统最终在中国大陆被拒绝使用，这就间接造成了意义。在某一时刻，凡是曾经在中国以外使用汉语拼音系统，则被视为认同中国共产党。但随着中美关系的进步和时代的改变，在美国的中文老师渐渐以汉语拼音取代耶鲁拼音系统。值得关注的是，汉语拼音与耶鲁拼音系统很相似，毫无疑问的，也从中得到了一些灵感。这点也指出了耶鲁当时对中文教学的影响无远弗届，何况还一直持续到现代。如今，尽管和过去相比不尽相同，耶鲁中文教育仍包括许多早期的创新做法。耶鲁中文系的影音材料丰富多彩，五花八门，他们高度强调听力和口语能力的培养。每个学期，我们都做听力和口语考试。我们的教授都是母语人士，我们甚至每周有30分钟跟中文为母语的研究生进行1对1辅导。现代的线上语言实验室无时不刻都在网上，我们随时都能在 Linko 和 Canvas 上复习生词，并且练习听说的能力。我们使用拼音，但与军事训练的日子相比，焦点肯定又在汉字上了。我们的中文老师每年重新检视他们的教学计划，保持最有注意的方面，同时从不放弃寻找新的教学思路。耶鲁大学中文系一直提供最新最好的中文教育，我相信他们在未来许多年仍将秉持这样的精神。感谢耶鲁中文和我的3位老师李老师、孙老师和詹老师，感谢精彩3年的中文。